想听实话吗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刚才我已亲眼所见。女儿从未有过妄念，只是想要留在西周，陪着他。你如此聪慧，应该知道此路行不通。自你回西周，坊间就有传闻，说崔氏之女和小南陈王行苟且之事，罔顾师徒名分，罔顾纲常伦理。是何人这样传？女儿和师父绝没有，也绝不会。还有传闻说，小南陈王意在举兵，将天下改姓自立。崔氏和小南陈王府将联手，美人天下，双手共上，意在分裂疆土，由望族一跃成王。天下的名门望族和王府的政敌都在盯着你们，不会放弃一切摧毁和重伤王府和崔氏的机会。怎么会有人信这些？世人喜颂英雄，但也惜英雄落尘土。从古至今，向来如此。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为了他，不是为了我们，你必须离开。见娘之前，我想了无数的话，无数说服娘的话，可是都没有用。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。这一段我经历过，你哥哥更经历过。我曾想过，无论如何，不让你经历这样的痛苦。我甚至想过，假如你和哪个师兄情投意合，我将放下门第之见，成全你们，顺了你的心思。可唯独你心里的这个人，万万不能。女儿明白，女儿从未有过设想。女儿真的是想要陪在他身边，只是在他身边就好。
女儿求娘，再多给女儿几日。女儿想在西州多留几日。崔世忠和孟内侍就等在驿馆，最晚明日。好。此处是南陈王府，你我住着不方便。今晚我们就去住驿站，让时宜跟他的师兄姐妹作别，明日再走。去年殿下主人给你做的衣裙还没穿过，要拿出来吗？拿出来吧。是。谁呀？师父，是我。该用晚膳了。军师说，你不许人来叫。本王有要紧事要办。能先点盏灯吗？出来王府那2年，你们出征时，我就是在这儿睡的。那时候王府的侍卫不熟悉，我心里怕他们，猜想你的书房肯定是王府禁地，寻常人不敢擅闯，睡在此处最安全。你从来都没有讲过。师父难得回来，我欢喜都来不及，想不起来要讲这些小事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看合不合师父的胃口，试试。
请两位留步。姑娘在陪殿下吃饭，临别饭。什么临别？回凤将军，太后下旨赐官姑娘和广陵王。今日女郎已经传了旨意，明天就要带姑娘去中州了。去哪里啊？哦，我去找见医生。议事厅有人等你。谁啊？崔世忠，带来太后的口谕。啊，臣崔征拜见殿下。崔世忠，殿下，臣此番来，一是送师仪去中州，二是为太后传一道口谕给殿下。请说。太后说，坊间传闻虽不可信，但南城王府和崔氏，乃是天下士子文人们所敬仰的名门。陛下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最好的方法，还请殿下收崔师仪为义女。是情话无尽，看遍了岁月流转的场景。正好，我已经有10个徒弟了，我也教你11，很好。我就是雨淋雨，好似无风亦无晴，只是爱越来的无声无息，心弟子崔师仪代别师父。有几分生气，让我用尽一生去追寻。莫怪情话零星，写了梦境，醒来更
皇太后有懿旨，让我收你做义女。是意，我愿意。好，那本王便抗议回旨。知否那人心，耗尽最后的希冀。倘若留风不住，便随风去，都无语，都无语。谁知那一眼之谜，梦尘过后仍清晰。若这一生傲骨，不去别离，往事皆可提。你的眉宇有几分生气，让我用尽一生去追寻。莫怪清欢灵犀，写了梦境，醒来更多情。我这颗离情难耐的心，是最藏不住心事，低头寻找的光景，到背后清晰，每一瞥都是想你，哪怕从此不相依。这骨头究竟有什么特别，可以连往事都记得，可以让天下人传颂？来了西周10年，是不是还没有看到过西周城完整的样子？我带你去看看吧。阿娘说，坊间传闻。不用理会这个。是谁的身影？原来你早已注定。西周有11道城门，你只去过西安门和出城门，今日都带你走一遍。我还想看未央宫。好，我让他们把所有的宫门都打开，未央、长乐、明光宫、北宫和贵宫，你都能看到。师姐说，你入西周以来，从未来过这儿。谢师傅为我抗旨在先，破例在后。有钥匙吗？像是能看到他们逃跑时的场景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在上面留字，等我们走了，落了锁，再无人能进。在这儿留字，像留了个秘密。你想写什么？我帮你写吧。臣，此时正是辰时，
多有意义呀！常听雪轻轻吻落在窗棂，相思已不肯深潜入眉心，将思语成为寻知一个意，侧耳听可懂是我在念你，却不听，人无影，心难静，听见雪一片一片一片下不停，念着你一颦一笑一世不愿醒，千万里也愿意奔向你。这些就是驻守西周的南陈王军。是。我就是一缕涟漪，好似无风亦无晴。只是爱越你真的不亲自去送他吗？无声无息，星月点水花雨。也怪圣旨太急，不得耽搁一日。若让他住到来年开春，等到春暖花开再出嫁，那岂不是更好吗？我这颗离情难耐的心，心是最藏不住。殿下有王君送姑娘，这是在告知世人，小南陈王永远是姑娘的后盾。到背后清醒，每一瞥都是想你，哪怕从此不相依。广陵王卧病难起，明日无法亲迎姑娘入城，还请姑娘见谅。无妨。明日何时入城？辰时。下雪了，什么时候下的？刚下吧。今年下的好早，不过看样子又像雨，应该下不了多久的。刚出冬。你睡了吗？
没有。我想起来，有一年除夕也是下雪。他们都说师父回不来，只有我觉得他赶得回来。早赶慢赶，总算从寿阳赶回来了。你看看，哥哥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，怎么样？想不想你哥哥呀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还好，可能天太冷了。对啊，天这么冷，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啊？回头多穿点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我去城门那儿住，和守城的将士们一起过除夕，一起去吧。走啊，一起去啊。不想动？没事儿，哥哥背你出去，然后咱们坐马车，不用你自己走路的。那儿人多热闹，像过年。王府太冷清了。我想等师父回来。想等殿下？这半年总有捷报传来，师父却从未回西州。从初夏到深秋，再到今日，已是除夕夜了。我猜他该回来了。那倘若他不回王府，你岂不是要独自守岁啊？是啊，王府不能没人守岁吧？行吧，那我留几个兵在这儿，如果有事，随时让他们过去找我。今夜是除夕夜，拿花椒酒过来吧。是。11在跟自己一起啊？没想到，一进门就有热茶喝，看来明年的福气不少。殿下，姑娘说了，一旦茶温了，就要立刻换滚烫的，因为她知道殿下会回来。我猜到你在等我，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，一个人先回来了，其他人追不上我的。师父骑的是千里马，寻常人当然追不上了。不过也好，今夜我们先清清静静的过除夕，等明早你的师兄和师姐们回来了，我们再热热闹闹的过初一。师父头次让我饮酒，有什么喜事吗？除夕之夜，和家人喝一杯花椒酒，才算开始守岁。天快亮了，姑娘去何处？
我想和师姐说2句话。去吧，成亲后再想见王府的人就难了。一会儿三娘子问起来，我替你拦着。嗯。姑娘，我来找师姐。这。你找凤俏，她不在这个房间。你一路都在吗？是啊，先护你入城，再接太傅回西州。常听雪轻轻吻落在窗棂。我去把灯点亮。不用点亮灯，这样我才不会觉得自己说的话于理。为什么一直在隔壁，却不见我？怕你更难过。若花青色怎样与你和鸣？若要提笔又如何写旖旎？一盏茶香怎样与你同饮？城门月下宫上花灯穿影，奈何情？有件事不想说，离开王府的时候忍住了。从鹿苑回来，我给阿娘写过一封信。我在信上说，想学舅舅编写经史，这样我就可以留在王府陪你们。我想留在西州，像师兄师姐们一样，终身不嫁娶，以王君为家，以你们为亲人。庭前雪一片一片一片下不停，念着你一颦阿娘说，如果没有婚约，他就应了我，让我留在西州。只差一步。只差一步，我就可以留在王府。在哪里都没关系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等捷报，我守边关。只不过这一次的仗可能打得要久一点。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我捧着一生一世一心去笃定，终于你雪月风华悲喜都看尽，再流离都为你心如意。
哭成这样啊？是不是舍不得师姐？天快亮了，快回去吧。大家都在，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恪尽职守，总有一天会相聚的呀。师兄，小南陈王的人在中州都没好下场，他被逼走不说，这个太傅刚回来才几年啊就死了。你小声点吧，右边行礼的那位是马上就要入城的崔氏女，也是他徒弟。你这话给王府的人听见了，可不高兴。师兄离城日是11入城日，终是赶上道别了。不管如何，师兄希望师妹嫁得如意。诸位将士，告辞。师父在何处？师父就在此处。几时了？回殿下，辰时3刻。已经入城了。等木鸾回来，告诉他，本王准备出宫一次。见崔姑娘。殿下，金贵嫔听说东宫不日有喜事，带了一份厚礼来。有请。是。不看是什么礼吗？礼是障眼法，你说的话才重要。我怕你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。今世效忠于你，而你要把后位留给我。怎会忘？你们是我最大的依仗。那你求赐婚是为何？拉拢崔氏，陛下6岁登基，靠的就是崔广。崔氏乃中原文人心之所向，得之，得学子心。我不管你有再多的理由，后位只能是今世的。
本王从未变卦。都说你们金氏富可敌国，所传不虚啊。先帝用的全部战马都来自金氏，在太原郡山坡上的马匹多到以颜色来分批放养，在别处可看不到如此风景。来人！告诉梦鸾，本王身子不适，就不去崔府了。是。崔姑娘，殿下本想来见你，但实在身子不适，无法出宫，还请姑娘见谅。无妨。小人告退。姑娘怕再见到广陵王吗？怕提起上次不欢而散？上次？啊，不是为这个。那为什么？我见你听不见面开心了不少。啊，我刚来中州，还没习惯。猛一说要见他，心里慌，怕说错话。过段日子就好了。崔氏之女崔时宜叩见太后。姑上回见你，是崔公离世那年，转眼物是人非呀。哎，快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广陵王对崔姑娘是情根深重啊。这一次赐婚，是他以诚心打东姑，苦求而来的。哼，若说起来，你们两个是极有缘的，怎么也拆不散。杏华，崔三娘子。随姑来。子行与姑娘许久未见。子行虽在深宫，但也听说姑娘与皇叔前往南萧赠书龙亢书院，深得江表文人之心。只是机缘巧合，书赠师父的故友。你为何不愿看我一眼？殿下。殿下昨夜还在高烧，今日听说姑娘入宫，特地来看你。姑娘，你多和殿下说两句话，他能开心一些。还请殿下保重身体。小心！
我不太舒服，想回府了。有身子的人了，走路也不留神。你有的可是崔氏和戚氏的第一个孩子，不仅仅是你自己的。杏花知错。这件事情，崔峰是否知道？将军并不知。那你准备如何向崔氏、戚氏，还有你的夫君交代？你是不是以为单单只有太后不饶你，我们崔氏就可以任由你摆布？杏华任性妄为，求三娘子息怒。杏华，你欺骗了我，欺瞒了三郎，你心中有愧吗？我与将军早已离心，他知我也知，我们二人都很痛苦。示意修书一封，让你哥哥回京师。是。师傅，我做传来消息，太傅确实病逝。你们先送太傅回西州，本王去寿阳。师姐那边风平浪静，师傅怎么突然过去？太傅一走，京中势力失衡，我猜2个月内必有事情发生。我们离京师最近的一支兵马就在寿阳，在那边可以静观京中变数。这中州可真热闹，有机会带你去西州，更热闹。玉，姑母，一收到你的信啊，我就往回赶，一刻都不敢耽搁。其实是阿娘让你回来的，因为中州城出去的所有信笺都要被拆阅，我才写了那封信。是何要事啊？竟然不能在信里说。先给你哥哥倒杯茶。还是让你妹妹跟你说吧。哦。姑母难得如此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嫂嫂没有怀孕，阿娘无意中发现的，一切都是嫂嫂的谎言。三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如此，我便不觉得亏欠于他，也不觉得亏欠崔氏。你不知道，总之，真的。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你和公主之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他要骗你，骗我们？往事已矣，不必多问。在今日之前，我尚且觉得亏欠于他，而今日之后，我真正能做到无愧于心。你想和离吗？公主说你们早已离心。姑母不会答应的。我和公主的婚姻，自始至终就不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牵扯得太广了。我帮你说服阿娘，我想为你试试。和离？我不愿看三哥如此痛苦。你曾经亲眼见过崔氏五房是如何为难我们的。你哥哥是驸马，他们尚且敢如此，要是没有了和戚氏、刘氏的姻亲关系，崔征是不会放过我们污水房的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一开始被联姻的人就是我，因为我的婚约被废，阿舅才让哥哥做驸马。
既然我人要嫁，我和哥哥之间，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是自由的？请阿娘成全三哥。阿娘同意了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所以更想成全你哥哥。娘看得出，所以成全你。谢三娘子成全。风儿就先回太原郡，杏华留在府上。此事事关我们三族，我得想个周全的法子。是。是。江平为何还无动静？太医如何说？太医说，快了，就这2日。2日复2日，姑已经等了10几日了。陛下许久未露面，再这样下去，诸侯皆会收到消息。万一他们起了疑心，那就麻烦了。尤其是小南城王，还有离西周最近的金荣将军。不能再等了，去，让太医开一剂催产药。姑要在3日内见到皇孙。是。这是催生药。这样对他们母子可有坏处？可令皇子尽快降生。朕问的是，对他们母子可有坏处？朕的皇儿想何时生便何时生。陛下息怒。滚，全滚！跪我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太傅生前说过，母后一旦有了皇孙，就会要陛下性命。臣妾求陛下赐臣妾一死。你要朕赐死你和我的孩子，用2人性命换你一条生路啊！绝无可能。朕绝对不会如此做，朕宁可死，也绝不能如此做。朕去求他，却示弱。陛下，太傅赠你的发簪呢？这是太傅赠朕的退路。陛下，太傅说的没错，朕和太后母子必有一争。朕的一再忍让，害了太傅，也害了你我。朕不能再把她当阿娘了。陛下，传金言。陛下，朕想见母后。儿臣总是被奸人蒙蔽双眼，先是赵腾，其后是谢崇。儿臣知道错了，请母后再给儿一次机会。
抬起头看着我。你让娘如何在心里？儿臣愿退位。你正值壮年，突然退位，如何让朝臣、让天下诸侯相信不是受孤逼迫？他们厌倦孤很久了，和你一样，厌烦孤干涉朝政，扶持戚氏一族，淫乱后宫，养男宠再起殿。你手中的密折里，有一半都是让你杀了孤。他们参奏我，你以为孤不知道？儿臣知罪，儿臣日后定治他们的罪。传万善，孤要与陛下一同用膳。是。为何没有酒啊？回太后，太医说这半月需戒酒。吾与陛下许久未一起用膳了，无妨，拿酒来。是。儿臣为母后倒酒。来，坐下。你我母子从赵腾起就开始离心了。母后还在为当年的事怪我？不，姑只是看不懂你。你我是亲生母子，为何一次次要听信他人的话，胜过信姑呢？你曾祖父5岁登基，太后临朝听政，他们祖孙二人的感情极好。为何他们可以，你我是亲生母子，反倒不可以呢？这些年，母后在宫中用各种手段，收拢大量男宠，儿臣都视而不见。可赵腾一事后，儿臣再不想管母后寝殿之事，可母后却掏空国库，用于吃喝享乐，而其实更是媚上欺下，残害忠良无数。儿臣不能不管。辉儿，若没有姑，你早死了；没有戚氏，也没有我。
你让你那些舅舅们放肆一些，又能如何？儿臣不想辜负万民。好一个不想辜负万民！来，为何不端杯啊？难道怕姑毒死你？